老公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秘密，待会儿呀，你就知道了。3、2、1 ，surprise！ 老公，老婆，今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7周年快乐！原来你还记得，我还以为你忘记了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会忘记呢？答应过你的，结婚缺少的蜜月，一定会给你补上的。老婆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尝试潜水吗？今天老公就陪你完成这个心愿，好不好？爸爸，你看到了吗？明秀他是真的爱我，7年了，他一直默默地陪在我身边，帮我一起管理同事。爸爸，你也会为我高兴的，对吗？老公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老公，我们有宝宝了，从今以后，同事是你的，我的一切也都会是你的。老公，老公，我们有宝宝了！老公，我们有宝宝了！越珍贵越浪费，致命的伤大声越亲密，越追问越无解。7年了，今天终于他妈的拿到了同氏集团的财产，少不了你的功劳啊，小妈。你是她老公，你老婆现在在海底，估计还没死透呢，你就这样，是不是太没良心了？怎么了？怕了？你还是她后妈呢。当初趁着她不在房间偷偷跑到我床上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怕呀？哼，那个糟老头哪能满足得了我？况且你跟我来同事，不都是想分一杯羹吗？你我臭味相投，不就应该搅和在一起吗？这下好了，以后同事就是我们的了，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不过现在同事好像还缺一个继承人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郑总，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请问您妻子童雪是真的死了吗？是的，他昨夜独自外出，深夜被归。当我们看到遗书的时候，在赶到海边，他就已经。我们明明已经赶过去了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雪儿，我可怜的雪儿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呀？关于雪儿的故事，我明天会专门召开一个记者发布会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至于雪儿的尸体，我会动用同事所有的力量进行搜寻。如果一天找不到她，我就一天不会放弃。走。哎，董事长，说一下，说一下，董事长，董事长。最新消息，同氏集团继2年前老董事长童有为心梗抢救无效去世后，昨晚同氏集团现任董事长童雪也因抑郁症跳海自杀，至今未找到尸体。目前同氏集团股票呈下滑式跌落。妹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姐姐都是我不好，我
你们却为什么都不在了？妹妹，从许文嫁给爸爸，你嫁给邓明修开始，短短几年时间，爸和你都陆续出事。我不相信你们的死只是意外。都是差不多的年纪，我比你性感，比你有能力，凭什么你生下来就是千金大小姐，而我只能是被你施舍的贫困生？原本就是为了钱才嫁给你爸，没想到那个老不死，连死了都要防着我，半点继承权都不愿意给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房子，你最爱的老公，还有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找个道士给你施法，让你就连死都永生永世不得翻身。这会儿他应该已经死透了。氧气罐只能维持2个小时的时间，现在已经2天了。你觉得？明天我要你把所有关于他的东西统统扔给我，以后这个家就是我的了。收。作为董雪的后妈，她死了，你半夜不来关心你这伤心欲绝的女婿，你可真够狠的。那要看我这个女婿想让我怎么安慰。是同学，装神弄鬼，出来！你说话最好注意点，什么叫找我们报仇啊？他是自己跳海自杀的，听见了没？要是让人抓到我们的把柄就完了。在没有真正得到同氏集团之前，你最好给我注意点。别救，我错了，别生气了。装神弄鬼吧，人都被鱼咬成渣了，我就不信他还能逃出来。就算他是鬼，我也要让这鬼死千次万次。妹妹，这就是你无比之爱、奋不顾身也要嫁给的男人吗？妹妹，你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你刚去世，他就迫不及待、恬不知耻跟你后妈滚到一起。若不是让你死得不明不白，有爸的死，所有的一切都会查清楚真相，还你们公道。很抱歉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宣布我妻子的死讯，同学她不会回来了。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我不敢相信她已经离开我了。虽然我是同学的继母，但我们早就好得像一家人一样。他怎么舍得抛弃我们？雪儿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？雪儿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！这2天因为同学的离世，整个同氏集团的股票暴跌。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，同氏集团将会万劫不复。为了已逝的老董事长，为了同学，我现在必须要振作，我要撑起整个同氏。邓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邓总，您的意思是要替同学接管同氏集团？
作为童雪的丈夫，公司的副总裁，我现在是唯一具有继承权的人。为了童雪，我必须撑起整个集团，好让她在天之灵得以安息。可是你只是童氏的上门女婿，当年老董事长在世时，曾对外宣布你没有继承童氏的资格。童雪是个心软的人，她在集团里压不住其他董事已经很久了，而且她早就也想让位给明修，只是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公开，她就惨遭如此不幸。据我调查，你也只是童老董事长后娶进门的。当初老董事长死的时候，遗嘱曾经清楚地表明您并没有继承权，现在你却公开地支持邓明修，请问你们两个？如果用我的一切换回童雪，我绝对不会犹豫。但是人死不能复生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撑起整个童氏，守护好童雪的心血。在法律上，他的确有继承权。童氏集团现在群龙无首，再没人继承，恐怕将会面临破产了。昨天，童氏集团召开了董事会，董事们也都纷纷赞成由我来继承整个童氏集团。我也就今天的记者发布会，郑重地向大家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邓明修将等等。Tell me the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I lose myself. 这不是童雪吗？不是说他已经跳海死了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谁？老公，我是童雪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小妈，怎么你也不认识我了？你别过来，你别找我，不是我害你的，不是我。你到底是谁？老公，我是童雪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当天我们赶到海边的时候，童雪已经自杀了。你凭着有一张和她相似的脸，就告诉我你是童雪。老公，你就这么确定我已经跳海死了？你看到了？说什么？全部都是借口。那晚他明明被我锁在了海底，唯一的一把钥匙也在我这儿，他绝不可能从笼子里逃出来。眼前这个人不可能是童雪。你不是童雪，童雪留下的遗书我们见到了，就是她的笔记，而且海边留有她的鞋子，你怎么可能是童雪？光凭一封遗书和海边的一只鞋子，你就这么确定我已经跳海死了？难道是你撒谎？当天是你看着我跳海，或者是你逼着我跳海？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想要干什么？老公，我是童雪啊，怎么我没死，你好像不开心？还是你想让我死啊？怎么会啊？你回来，我怎么会不开心呢？但是你怎么证明你是童雪？你除了跟她的脸相似以外，其他毫无相似之处。唐雪跟邓明修结婚7年，丈夫不可能认不出妻子啊！你丈夫周围你枕边人都不相信你，你要怎么证明？我想起来了，雪儿的后背有一块红色红花胎记，那是独一无二的。没错，如果你真的是童雪，那就把你的后肩亮出来，我倒要看看有没有这一模一样的胎记。装神弄鬼坏我好事儿，我倒要看看你想搞什么鬼。怎么，不敢啊？还是你后肩上根本就没有这枚胎记？他不敢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真的童雪。你别以为整了一张相似的脸就能来童氏集团招摇撞骗。既然你们都不相信，那好，不过是一个胎记而已，我脱。不过作为童氏集团董事长，我为什么要当众证明自己？就是因为你们不信，
我就不是同学吗？你居然敢冒充同氏集团董事长！现在我就揭穿你这个冒牌货！果然是假的。你果然不是同学，你肩上根本就没有梅花胎记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难道你要说这个胎记这2天凭空消失了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你觉得大家会信吗？当然不会信。但是你作为我的丈夫，确定我的胎记是在左肩的肩膀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老公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梅花胎记是在右肩。怎么可能？你真的是同学？难道他真的是同学？他从海底逃出来了？作为深爱我的老公，同床共枕7年，你连我的胎记是在左面还是右面都记不清。老公，你真的爱我吗？7年，连自己老婆这么重要的胎记位置都能记错，这不可能吧？这么多年的深情人设，难不成他是装的？不好说，毕竟只是入赘童家的上门女婿罢了。英雄，怎么会呢？最近为了你的事情，没日没夜的奔波，只是太累了而已。是啊，妹妹死的当天晚上，你就迫不及待的跟她继母滚上床，自然是累。老公，这回总该相信我了吧？好在我和妹妹都跟妈妈一样，右肩上有一模一样的梅花胎记。姐姐真好，我们都有一样的梅花胎记，和妈妈的一样。这肯定是妈妈送给我们的礼物。以后我们走丢了，凭着这个也能认出对方。你真的是同学？老公，你该不会是还在怀疑我吧？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留下遗书跳海自杀的事儿？这么紧张那天发生的事，我不相信妹妹的死和你没有关系。遗书？什么遗书？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只记得那天是我们7周年纪念日，你说要给我惊喜，然后头好疼，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我只记得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岸边了，浑身都是湿的，其他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。岸边？难道他真的挣脱牢笼，从海底逃出来了？你真的什么都记不得了吗？我应该记得什么吗？既然这么痛苦，那就不要去想了，记不得就算了。前段时间你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患上了抑郁症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。老公，既然我没有什么事，那我们就回家吧，我累了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别高兴得这么早，就算你是真的，也只不过是再杀一次你而已。趁现在多笑笑吧，我会查明真相，亲手把你送进监狱。不是说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就是死也死不透，害得哥哥这2天都没睡好。回来就干活吧，这2天你不在，楼梯也没人擦，都脏死了。记得要跪在地上，一点一点的用手擦，要是有一点灰，你就死定了。你让我擦地，你不擦谁擦啊？当初你跪着哭着喊着，让我们家明星娶你，看你爱他爱的要死，愿意孝顺公婆，3从4德，不然话谁会同意明星娶你呢？妹妹，这就是你反抗爸爸也要下嫁的夫家吗？这个男人真的值得你卑微的付出这么多吗？我不擦。明星，你看看你娶的老婆，死一趟敢跟我顶嘴了？雪儿，给妈低个头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低头？既然你这么孝顺，那你跪着去擦。放肆！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居然让你丈夫擦地！今天就让我这个小姑子好好教训教训。我的手要断了！完了你！打的就是你！
够了！打狗还得看主，更何况他们直接绕过你，还打我这个主。哥，他居然骂你是狗！梅香，赶紧把这个疯女人给他赶出去！请你们搞清楚，这里是童家，这7年你们喝我的、吃我的、住我的，要滚出去的人不是我，是你们。你不是同学，同学性子软，根本不会像你这样反抗。因为性子软，因为不忤逆，所以就活该被你们骑在头上，肆意辱骂欺打。你是我的继母，是我的小妈，难道你不应该站在我身边为我说话吗？难道你们是一伙的？好了，同学回来是好事，你们都少说2句。先上去休息吧，家务的事儿交给保姆来做。原来有保姆啊！刚刚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做事的下人。你们听清楚了，童家是我的童家，我才是这个家唯一的主人。如果你们想要留下来，就给我乖乖的夹紧尾巴做人，否则滚出童家，哪凉快哪待着。通知所有董事，明天10点召开全体股东大会。儿子，你居然让他这么放肆！哥，那这房子今天还能过户了吗？不是说好今天过户的吗？放心吧，这个贱人得意不了多久。妹妹，他们就是这样对你的。你刚死，他们就把你的东西像扔垃圾一样扔掉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你先出去吧，我不需要人伺。那好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啊。你确定他不是同学？先生，我来童家已经10几年了，会记错的。小姐左手大拇指上那个疤，还是我不小心弄翻开水烫到小姐的。这个女人，她肯定不是小姐。我就说她是个冒牌货。我愿意作证，先生，那我儿子进同事当司机那个事儿，明天让他来上班吧。好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。不就说他是个假的吧？进。段总，您找我？这个是那个骗子的头发，上午我在抱着他的时候偷偷摘下来的，你拿着去做 DNA 检测。明天我要在董事会上当众揭穿他冒牌货的身份，名正言顺的继承董事。是。哎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闲杂人等。雪儿，你太久没来公司了，保安换了一批，他们不认识你，很正常。我妹妹才刚死2天，你们就把安保的系统人换了，还真是有够小心。好在我现在回来了，老公，劳烦你亲口告诉他们我是谁。现任同事董事长也是你们能拦的？董事长连老板都不认识，换你。冒牌货也敢这么放肆？蹦跶不了多久，待会儿就让他原形毕露。里边就是公司核心的会议中心，为了公司安全，同事配备了世界上最顶级的检测系统，指纹匹配通过才可以进入。指纹匹配，我也要。老婆，这可是你亲自立下的规矩，谁都不能违反啊。指纹而已，伸手按一下不就得了？难道说你是个冒牌货，知道自己身份要暴露，
害怕了？是啊，一个指纹匹配怎么会这么犹豫？该不会是假的吧？都闭嘴！我自己老婆我知道。老婆，我相信你。来吧，不用到董事会，在这里就能把你冒牌货身份揭穿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没事，那就快点吧，大家伙可都等着你一个人呢。要不，老婆，还等什么呀？大家都等着急了，要不我帮你？老公，等等！现在后悔晚了。指纹匹配失败，请重新验证。指纹匹配失败，请重新验证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骗子小姐，你果然不是同学。冒牌货，骗人骗到了同事面前，还不赶紧滚！保安，等等，你还想耍什么花招？老公，连你也不信我吗？你是假的，你让我拿什么相信你啊？谁说我是假的了？老公，跟我肩上的梅花胎记一样，你怎么还是记不住？我输指纹的是右手，刚才太着急，我伸错手了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一会儿该不会还要把你的脚趾头也算进来吧？啊？好了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来吧。指纹匹配成功，请进入。怎么可能？你做了什么手脚？还好我早有准备。老公，这回你总该信我了吧？通知所有董事，马上到会议室召开股东大会。怎么回事？童董，董事们都不愿意来。董事们说了，同事因你自杀，股票大跌，要想他们过来，你必须让出董事长之位，让给邓明修。邓总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。雪儿，不如你就趁着现在让出董事长之位，回家好好休息休息。不然再这样僵持下去，恐怕同事会因为你而破产。哎，雪儿再怎么说，现在不都还是同事的董事长吗？你们这样怠慢他，那就是怠慢我。小浩，现在让所有的董事们立刻回来开会。好的，邓总，我马上去办。想架空我？你还真以为这7年我忍气吞声是为了给你们童家当缩头乌龟吗？董事会的董事早已经是我的人。不用麻烦了。你就以我的名义给所有董事带话，若是他们20分钟之内到不了会议室，我就正式以童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将他们从童氏集团除名。今后他们只有分红权，没有管理权。除名？你还没那么大脸吧？小小员工忤逆董事长，既然你这么不服气，那就先从开除你开始。你敢？我堂堂童氏集团董事长，连开除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员工资格都没有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王董的侄子，亲侄子。那便更要开除了。我看谁敢！黄毛丫头，看到长辈来了也不知道站起来迎接。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没好好教教你闺女。私下您是长辈，在公司我是董事长，而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股东，哪有董事长起身迎接小股东的？俗话说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无制度不成体系。您说呢？
听说你准备把我们这些元老全部都开除，好大的脸呐！在座的各位董事都是公司的元老，曾经也都跟着老董事长立下了汗马功。你要除了所有的董事，那明天同氏集团的股市就会全部崩盘。我看你是想直接搞垮同氏吧？诸位，我提议，我们所有董事签署联名请愿书，要求同学将董事长之位让给邓明修邓总。同意。逼我让位的前提是你们有这个权利才行。不过可惜了，你们并没有，而我却有将你们从同事除名的资格。放屁！这是爸爸生前立下的遗嘱，其中有一条就是，如果公司有董事逼我退位，我就有权利无条件将他从同事除名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就算这遗嘱是真的，但是在遗嘱生效之前，你得是真的同学。很遗憾，你不是。没错，之前几次让你侥幸逃脱，这次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根本就不是同学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？没错，王妈在童家10几年，是看着你长大，你是真是假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没错，记得是清清楚楚。小姐，她左手的这个大拇指上啊有一个烫伤的疤，可是她没有。大家看吧，她的左手拇指可没什么烫伤的疤。原来是个冒牌货，赶紧滚出同事！一个疤而已，就断定我是假的？我已经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这种疤呀是永久性的，不可能消失的。你还有什么可狡辩？说不可能的，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医美吗？老公，我怕你嫌弃这个疤，所以就找医生做了去疤手术，这个疤早就没有了。你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？我们怎么不知道啊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去疤手术，没告诉你，很正常。我希望你能拿出来更有力的证据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医院查手术记录。好，现在就去医院查，看看医院到底有没有同学的去疤记录。你亲自去，把我昨天让你做那个检查报告拿回来。在给我之前，不要让任何人碰到。是，邓总。我死里逃生回来，不过是看清楚了一些事情，却被你们误以为是假的同学。我自证这么多回，你们都不信，爸爸的在天之灵恐怕难以安息了。想要自证啊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老董事长在去世之前交给同学了一块重要的玉佩，从同学拿到这块玉佩开始，就从未离身。如果你是真的同学，那把玉佩拿出来吧，自证身份。把玉佩拿出来啊！拿出来吧！指纹伤疤可以耍手段，这个我看你怎么办。怎么拿不出来啊？别以为整了个容耍耍小手段就能当同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你呀，白日做梦。我不行，难道你这个后娶进门的继母就行？如果我没记错，爸爸的遗嘱里你是没有继承权的。能让你进公司当一个小小的员工，已经是莫大的仁慈。现在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以前的同学那可是性格温顺，那做戏都不知道做全套的。就从这点，你已经露馅了，小丫头片子。就是啊，整个同事上下谁人不知？同学对邓明修千依百顺，就连青藤集团的100亿订单都让邓总全权代理同事去谈，大有让位之意啊。还是太年轻，以为就凭一张脸就能飞上枝头当凤凰。他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的，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鸭。温顺，我要是按以前温顺的性子，恐怕今天我已经被你们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吧。我强势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那你们倚老卖老又算什么？
是不是为老不尊？你说谁为老不尊呢？原来你也是会生气的，我还以为你们的脸皮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硬，怎么打都不疼呢。你反了你了啊！来人，把他腿给我打断，扔出同事！谁敢？你个冒牌货，我们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什么时候承认我是冒牌的了？如果你们一天证明不了我是冒牌的，我就还是同氏集团董事长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到底该听谁的命令？小小年纪伶牙俐齿，光会耍嘴皮子又是你，赶紧把你证明身份的东西拿出来！拿出来！把玉佩拿出来！看你的小命还能留到几时？今天你要是拿不出老董事长给你留下的玉佩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是个冒牌货！多说无益，你只有拿出玉佩才能证明你是同学。怎么拿不出来啊？把玉佩拿出来呀！拿出来！把玉佩拿出来！拿出来！拿出来！拿呀，拿出来！拿不拿得出来，一搜便知。谁给你的狗胆？你敢打我？你都敢搜我身了，这一巴掌都算便宜你。我是童雪的妈，我是童氏前董事长夫人。我妈多年前就已经不在了，你不过是我爸后娶进来的继母而已。在童家，你没有说话的权利；在公司，你更是毫无地位可言。而且，忘了当初你是怎么祸害我爸，骗他把你娶进门的吗？明修，好了，你少在这插科打诨，想让我承认就赶紧把玉佩拿出来。夏经理，这是你让我做的 DNA 检测报告，现在结果出来了。人醒了吗？还没有，还得再观察观察。邓总，报告已经拿到了，5分钟之内可以赶到分析。各位，麻烦大家再给他5分钟挣扎的时间。明修，哎，邓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手里有一份确凿的证据，可以100%证明他就是个冒牌货。邓总，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这么神秘兮兮的。众所周知，童雪在留下一封遗书之后就跳海自杀了。从这个女人出现的那一刻，我就怀疑她不是同学，因为她除了有一张和同学一模一样的脸之外，从头到脚都不对。所以，我就让人拿了她的头发和同学遗物上的 DNA 做了对比检测报告。报告是做不了假的，是真是假，看便知。看来这份报告已经没有看的必要了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玉佩。现在承认你自己是假的，或许我们还能放你一条生路。怎么，怕了？古有狸猫换太子，今有头梁换柱鸠占鹊巢。如今真相即将大白，他不怕就怪了。你们怎么就那么确定我拿不出玉佩，而这份报告就一定显示我是假的？别争吵了，有本事就把玉佩拿出来。如果拿不出来的话，也别硬装，我会让你死的没明白白。谁说我拿不出玉佩？还想推辞挣扎？不过是玉佩而已，我当然有本事拿。不过，一旦我拿出玉佩，证明我是真的同学，那我将下达回归童氏的第一个指令，将在场的各位通通从童氏集团除名，该离职的离职，该放弃管理权的放弃管理权。你们慌什么？他根本就拿不出玉佩，况且还有 DNA 检测报告在这儿，我就不信他还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耍什么花招。他100%是假的。好，今天你如果拿出玉佩，证明你是真的同学，我就从这儿滚出童氏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这赌约我们应了，应了。好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。
这下可以证明我是真的同学了吧？邓明兄，你恐怕连这玉佩的来历都不知道吧？这是妈妈呀，当年嫁给爸爸的时候带过来的。现在呀，爸爸把它交给你们，带上它呀，就像爸爸妈妈陪在身边一样。难道你真的是同学？这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吗？拿出玉佩，我就是同学。怎么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了？不行，这玉佩是真的，他真的是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找我们报仇了。慌什么？慌什么？这不是还有检测报告？玉佩可以造假，但是这检测报告是不会出错的。啊！他真的是？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你们都好好看清楚了，这份报告说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就是真正的同学，同氏集团现任董事长。我跟妹妹是同卵双胞胎，血浓于水，就算你测上千字万字，血缘关系都不会改。他真是同学？怎么可能？不是说100%他是假的吗？这一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梅花胎记、指纹、烫伤的疤痕、玉佩，这些你们都可以选择视而不见。现在 DNA 检测报告也在这儿，你们还想说我是假的？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。既然你们都选择站在我的对立面，那我也没有必要留你们了，就按照你们自己说的，滚出同事！佟董事长，我错了，不该听信妄言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佟董事长，我错了，不该听信妄言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对呀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董事长饶了老妈妈。雪儿啊，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小时候我可是还抱过你呢。这也是被歹人给迷住了，才误以为你是假的吗？这是。商场如战场，商道即人道，一次不忠，终身不佑。背叛我的人，我是不会留在身边。都站起来，滚！还有你，经过这一轮，我们夫妻情分已尽，离婚吧。离婚？不然呢？还要和和美美，夫妻双双把家还吗？不行，一旦离婚，我就再也没办法名正言顺的继承公司。在成为真正董事总裁之前，这婚绝不能离。我不同意。老婆，你是不是怪我之前不相信你？我这都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是怕歹人挖上了董事集团。我现在知道你是真正的同学，我怎么舍得和你离婚啊？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，这婚我离定了。今天你就跟他们一样，滚出同事！等等。周伯伯，你还知道叫我周伯伯？当年是您跟我父亲一起创业，打下同氏的江山，您功不可没。只是您退休之后，不是到国外静养了吗？要是再不回来，你爸打下的这个同氏江山就要被你败完了。周伯伯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听说你要除名在场的所有董事？是他们先发制人，质疑我身份，逼我退位，也是他们亲口立下赌约，而我只不过是履行约定而已。哎呀，周老呀，您可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呀！自从老董事长一走，您这一退休，那他就拿我们这些元老功臣开刀啊，是吧？
如今这同氏集团风雨飘渺，往后我们又没有决策权，这不眼睁睁看着同氏集团倒闭吗？这真让我们看着我们的心血毁于一旦呐！周老，请用做主啊！周老，别说是他们，就是我，都要被他扫地出门了。你们的演技不去好莱坞发展，都对不起你们的前途。够了！就算你是现任董事长，也不能这么任性，随心所欲。大家都不要怪雪儿，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我该死。我作为雪儿的丈夫，我本应该好好保护她的，但是我却一直在猜忌她。你也是因为太爱他了，不想公司落入歹人的手里，错就错在你对公司太负责任了。所以是我成为了那个过河拆桥、自私自利、任性妄为的恶人歹人了。哎，谁不知道啊？自从你结了婚之后，你就把公司的管理权交给了邓总啊，自己在家里做家庭主妇。哎，尤其是这2年，你来公司的次数啊，一只手他就能数得过来呀。就算你真的是同学，恐怕也没能力再做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啊。就是。把公司交给一个毫无能力的废人，我不同意，我也不同意。要想让大家服气，那就得拿能力说话，是吧？啊，今天周老您也在，您给我们说句公道话，主持一下公道。我们同事要想再创辉煌，那就得谁有能力，谁才能掌管公司，做真正的集团总裁呀，是吧？的确。当年我和你父亲打下同氏江山的时候，你父亲也说过，贤者居之，能者胜之。为了同氏的将来，自然也应该是能者上位。哦，周伯伯，那要怎么证明谁的能力更强呢？京城第一财阀青藤集团要入驻我们海城，谁能拿下青藤集团这个超级订单，那谁自然就有能力掌管集团公司了啊，是吧？这青藤集团的超级订单可没那么容易拿下，一旦拿下，对于同事来说可谓是扶摇直上，飞黄腾达。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。我没问题，但是作为现任集团董事长，刚才被你们压着质疑了这么久，要我答应这场赌局，各位是不是应该拿出点诚意来？啊，你什么意思？既然是赌局，那就有赢有输。董事长之位原本就是我的，如果各位不额外拿出点诚意，那这个赌局可就没什么意思了。赌就赌，难道你还真以为自己能拿下青藤的100亿订单呢？那就请各位拿出手中所有同事的股份作为赌注。如果我签下青藤的100亿订单，你们交出手中所有股份，退出同事。刚刚看在你们是我长辈的份上，我只收回决策权。可如果你们执意要与我作对，那对不起了。从今以后，同氏集团与各位再无瓜葛，是拿着分红养老，还是等着光着屁股滚出去，你们自己做决定吧。各位，我就不相信我们这些人的人脉加起来还赢不了他一个在家相夫教子7年的家庭主妇，他根本就赢不了。请各位董事相信我，我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拿下这笔超级订单。哎呀，你们还犹豫什么呢？啊，下一秒我们可就要被这个女人给扫地出门了。你们忘了刚刚这个女人怎么对我们的啊？她现在要把同事自己全权处理，那等于我们把手里的股份扔了，有什么区别？相信邓总，更相信我们自己。我赌邓总能赢，我赌邓总能赢，我赌邓总能赢，我赌邓总能赢。青藤集团的订单早就确定是给同事的，负责人也是我一直对接。同学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既然是赌约，那这次就立字据为证吧。
李次雪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口说无凭，白纸黑字，条约分明，免得像刚刚那样转头就不认了，对吧？还好我早有准备，就是为了隐瞒万一。你怎么？你怕了？那你还挑唆这么多董事跟着一起？他这么咄咄逼人，大家难道要等着被他赶出董事吗？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签就签。哼，我还真就不信了，青藤的100亿订单你能够拿得下？哼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老公，你在同事是没有股份的。等我签下青藤的100亿超级订单，继承董事之后，我会笑着看你跪下来求我。各位，实在不巧，我和青藤集团100亿订单的负责人颇有渊源。之前为了同氏集团，跟他私下沟通过好多次，他也有意透露将这100亿订单交给董事。今天呢，恰巧约他来公司洽谈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就可以当众签约。明修果然是后生可畏啊，颇有我当年的风范啊。那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让人去准备宴席，等一旦签约成功之后，那今天那可就是邓总继承董事的庆功宴了。但是还没一，要是没签下，只怕宴席就要变成笑话。哎呦，邓总签不下来，难道你以为你能签得下来啊？我还就是可以，今天青藤的100亿订单只能由我签下。哎呦，你这个家庭主妇啊，这口气还真不小啊！你这在家待了7年，脑子呆傻了吧？我能这样说，那是因为我有这个资本。你有个屁的资本！你这样的无知女人，同时如果没有你，会更加的辉煌，是吗？你还真是不自量力啊！你该不会还在做梦没醒呢吧？那就看是谁在做梦了。青藤集团的赵董已经到楼下了。什么？青藤集团的赵董，他可是掌控青藤集团的一把手，是神秘的青藤集团董事长最得力的助手。这样的大人物，居然会亲临我们同事。哎呀，没想到邓总年纪轻轻就能够认识青藤集团的赵总，真是年轻有为，年轻有为啊！从今往后，整个海城乃至全世界，恐怕都有邓总、有同事的一席之地啊！我跟青藤赵董的关系非比寻常，连吹牛都不打草稿，恐怕你连赵董什么样都没见过吧？哎呦，哎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今晚过后，你可就要卷铺盖走人了哦！青藤集团赵董到。赵董今日前来，真是让我们同事蓬荜生辉啊！哎呀，站长，您坐，您坐。赵董，您今日前来是和我们同事签订100亿订单的吧？没错，青藤的100亿订单已经决定要交给同事。那要不咱们就现场签约？当然。放肆！这赵总，这位是我们同事的副总裁邓明修，邓总。他代表我们同事给您签约，合情合理，合情合理啊！之前这个项目一直是由我洽谈跟进的，所以这个签约，我是奉青藤集团董事长之命前来与同事签订这份100亿合约。这个签约资格只有同事的董事长童学有。
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我才能签这个订单。哎，赵总，我们董事长的能力还不及我们副总的1/10啊！您要不跟他签约了，我怕您到时候会赔个底掉。您还是慎重一些吧。都是替人办事，我只听命于青藤集团的董事长。董事长说了，这份超级订单是他送给同事的恩情，即便是全盘亏损，所有的损失都由青藤集团来承担，不会让同事承担一分一毫。恩情？什么恩情？多年前，我曾机缘巧合救过青藤集团董事长之命，所以青藤的100亿订单能给同事，是因为我，而不是你郑明修。妹妹，原本我是打算把青藤集团这个100亿订单作为礼物送给你，没想到等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被害得生死不明。董事长，目前同雪的下落不明，咱们跟同氏集团的合同怎么办？董事长，目前同雪的下落不明，咱们跟同氏集团的合同怎么办？合同签约事宜先推迟，等我消息。好。妹妹，你真的已经死了吗？再贵是想让我折寿吗？哎呀，哎呀，童总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错了。我说过，背叛我的人我绝不会留。交出你们手中所有股份，滚出童氏。雪儿，我知道错了。老公，你快起来。雪儿，老公，对不起，这些天我一直都在骗你。红雪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老公，我跟你离婚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可是只有我们离婚了，我才能将整个同事和今晚签订的100亿订单都给你啊！给我？对呀，你知道的，我只爱你，什么同事，什么公司我都不在乎，我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永远爱我就够了。我之所以对你冷冰冰，跟你离婚，我都是有苦衷的。爸爸曾立下遗嘱，在婚内你是继承不了同事的任何财产，只有我们离婚了，这份遗嘱才能作废，你才能继承同事，不是吗？所以你要把同事都给我？我这几天冷冰冰的对你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？我只是想先跟你离婚，然后把同事转给你的同时，帮你清理掉公司里的墙头草。演了这么久的戏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我就说吧，你之前如此爱我，怎么会突然对我这么冷淡？哎呀，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一块赢我们！好你个邓明兄，你看我，你看我打死你！保安，保安呢？把这些闲杂人等全都给我赶出去！你们竟然合起伙来坑我们啊！你们看什么？我可是同志的董事啊！我能。明修，雪儿，我们现在是要先签离婚协议。老公，签吧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你不相信我吗？怎么会啊？反正就算我签，我也要被赶出董事，不如跟他赌一把，就同学爱我爱得无法自拔。老公，你放心，等把同事转到你的名下，我们就立刻复婚。胡总，您真的确定要把同氏集团转到邓总名下？当然了，我爱他，我要把一切都给他。
老公，同事转让给你之后，你不会不跟我复婚吧？怎么会啊？难道你不相信我爱你吗？我当然相信了。怎么了？老公，我觉得今天的场合不够隆重，这可是你继承同事的重要时刻。之前因为演戏，媒体对我们的关系有颇多的质疑。如果能把全城的记者都请来，就能让全世界人都知道，以后同氏集团董事长、青藤集团的百亿订单合作人是你，邓明修。我想让你风风光光的继承同氏。我现在就把全城所有的记者请过来，15分钟，15分钟之后，我要让全城所有的人见证我们的爱情。是见证邓明修真正成为同氏集团新任董事长。邓明修，今天我要让你彻底身败名裂。据悉，同氏集团成功拿下青藤集团100亿超级订单，同氏集团董事长童雪更是高调宣布，将在今天把同氏集团转给丈夫邓明修。怎么了？发布会马上开始，有事快说。邓总，王妈有了一些新的情报。真是天助我也啊！小王，你去帮我办几件事情。病人该换药了。不好了，35床的病人不见了。这同学真是给人脑的，这么大的家产就这样拱手让人了，还是个一穷二白入赘了农家的赘婿。邓明修可真是赘婿里的传奇了，一朝赘婿翻身做地主啊！老公，我爱你。老婆，我也爱你。邓明修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人还是鬼。同事终于是我的了。老公，从今天起，同事就是你的了。我们回家吧。儿啊！可怜的儿啊！我可怜的儿啊！什么破裂的富贵啊，我们都不稀罕。走。妈，你不要这样。这就开始了。妈，各位好心人呐，救救我的儿子吧！妈，妹妹，你们快起来，别这样，你们先回去，快起来。妈，妹妹，你们别这样，快回去。我们不能走，我们走，你就回不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这个女人，我的好儿媳，她拿我们的命和威胁明修。她说，只要你们想活，就召开今天的记者招待会，签订这个送命的转让协议呀。我威胁你们？人家可是把整个同事都转给你儿子了，还不知道？你的意思是童雪逼着你们继承童氏集团？大家不要被这个女人给骗了，她早就看我们不顺眼，甚至瞧不起我哥哥。从我哥哥入赘童家这些年来，她对我哥哥不是打就是骂。借记者会的名义，明面上是想把童氏转给我哥哥，实际上她早就暗地里找好了人。只要我哥哥今天出了这个门，必死无疑。我儿子死了以后，这公司就是他的，他想怎么潇洒他就怎么潇洒。可惜我儿子白白的送了一条人命啊！这剩下的我们母女二人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活下去啊？我的手要断了！放了你！
屋子怎么这么大吧？这么大的家业拱手让人了。欧大婆婆小姑子，连丈夫都不抱，这女人简直是蛇蝎心肠。假借转让公司名义，设计杀掉丈夫，这种人怎么还有脸活着？哈！不仅蛇蝎心肠，还借助老董事长的名义，把我们这些元老级的董事通通要赶出董事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邓明修，你为了演这场戏，可花费了不少心思吧？以前为了家人，对你一忍再忍，但是最后我发现忍耐是换不来真心的。现在我为了家人，为了这些被你赶出同事濒临破产、无家可归的董事，不再受你摆布。请邓总继承董事，还我公道！请邓总继承董事，还我公道！请邓总继承董事，还我公道！这童家还真是家门不幸啊，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人鬼共愤的败类。邓明修也算是众望所归了。各位董事，快请起！既然我现在是同氏集团的董事长，那么我决定带领同氏集团摆脱旧主，重新出发，再创辉煌。现在我宣布，同氏集团正式更名为明修集团。好。恐怕你没有这个权利吧？我儿子是董事长，他是老大，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！对啊，现在公司的董事长是明修，不是你。同学，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你我没有半点关系。都说了，别让你这么心急，签字之前好好看看。可你非是不听。什么意思？其中一条就是，你签署完转让协议，必须跟我复婚，这份协议才会生效，否则将自动取消。耍我？老公，你怎么这么说？难道你原本就没打算跟我复婚，还安排了这么一场大戏？怎么办？我现在不想跟你复婚了。从天堂到地狱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我现在跟你婚也离了，同事也不再属于你了。邓明修，你现在才是真正的一无所有。你竟然敢玩我！是啊，你才发现吗？你这个毒妇贱人，我掐死你！我宣布，从今以后，邓明修将不再是我的丈夫，也不再担任同氏集团任何职务。我看未必吧。王妈，王妈，谁说我跟同学不是夫妻啊？你又要耍什么花招？离婚协议书生效的前提，你得是真的同学，但是你根本就不是同学。小忘了，他是同学，他的 DNA 检测已经过了。不，他不是同学。刚才我问过当年的老管家了，他告诉我，老夫人当时生的是一对双胞胎，长得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后来那个双胞胎的姐姐被人贩子给拐走了，从此杳无音信。这个双胞胎姐姐，她和同学一样，她的身上也有梅花胎记，也有玉佩，唯独左手的大拇指上没有那个烫伤的疤，她肯定不是同学，她是人贩子拐走的双胞胎的姐姐。我不是都说过了吗？疤痕是我做医美去掉的，而且不是你们说的吗？ DNA 检测报告是不会出错的。双胞胎有着相似的 DNA 有什么奇怪的？今天我特意邀请来了海城著名的生物学教授，特意为大家讲解一下此事。
如果是同卵双胞胎，除了血型和相貌会一模一样以外，DNA 也会完全一致。对了，老管家说了，这个姐姐脖子后边有一个鲜明的红胎记，妹妹没有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果然不是同学。诸位，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。既然他不是同学，那这离婚协议书自然就是无效的。同学是因为抑郁症跳海自杀，我现在是唯一的同氏合法继承人，房子、车子以及100亿订单都是我的，包括这整个同氏集团也是我的。原来你是这样的人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有一个同学？你是人是鬼？明修，在你眼里，钱真的比我还重要吗？你真是同学啊？认识2年，结婚7年，你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吗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真是同学啊？妹妹，你是妹妹，你还活着。姐姐，我是姐姐，你回来了，你没死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姐姐，这么多年，我跟爸爸都好想你，一直找你，一直找，怎么都找不到。好在我现在回来了，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，姐姐一定护你周全。这段时间你死哪儿去了？你知道不知道？这段时间他冒充你，把我耍得团团转。真的是你吗，雪儿？原来你没有死啊！你希望我死吗？妹妹，你还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？别怕，我说过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。我头好痛啊！难道雪儿失忆了？雪儿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居心叵测，专门挑你不在的时候出现，而且他赶走了公司的众股东，以你的名义签下了青藤的100亿订单，还逼着我离婚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霸占整个董事。他还家暴，你小姑子可恶！你看这脸上的巴掌一碗没香呢。对呀，雪儿，你跟他都多少年没见了？他这次回来，恐怕就是冲着整个同事来的。今天在场所有的记者都看到了，他冒充你，把我们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，根本就是居心不良，用心险恶呀！啊，对，就是他，一步一步的诱着邓明修签下了离婚协议。一离婚，邓明修就彻底失去继承权，唯一的妹妹也死了，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继承整个董事。果然，豪门里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。姐姐，这段时间真的像他们说的这样吗？姐姐，这段时间真的像他们说的这样吗？没关系的，雪儿，只要你回来，我无所谓的。我爱你，只要一辈子能陪在你身边，我就知足了。妹妹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不过是计谋败露、一无所有后的讨好跟伪装罢了。既然你是假的，那你替同学签下的100亿订单自然也不算数。雪儿，你知道之前同事跟青藤所有的对接沟通都是明修在做，结果他一来就把100亿订单给抢了。现在你回来了，那这100亿订单是不是要重新交由明修来签啊？只要签下100亿订单，明修何尝没有机会翻身？我之前给你承诺过，签下这100亿订单要送给你当礼物，但是这个女人出现之后，她就精心捣乱我送给你和同事的这份礼物。赵董高，这位就是青藤集团的赵董。赵董，现在真的同学回来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签约了？就算是重新签约，也必须由我妹妹同学来签，而且必须再加上一点，邓明修有生有世不得以任何形式继承同事。你好大的口气！你以为你是谁？还妄想左右青藤集团的人？赵志恒，那就请你告诉所有人，我说的话到底算不算数？赵董，像这种装神弄鬼、打着青藤集团的名号招摇撞骗的人，就应该直接打死。臭女人，跟我斗，你也配？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你说什么？怎么样？
听到了吧？赵董，你怎么会对他如此尊敬？肯定是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一起借着青藤集团的身份在这狐假虎威。谁都知道青藤集团董事长天面非凡，见过他的人也是屈指可数。你肯定是有赵董把柄在手上，他才会在这里陪你演戏吧？难道说你是赵董的情妇？再敢胡言乱语，可就不是这一巴掌这么简单的。你们还是别猜了，我跟青藤集团董事长的关系是你们想都不敢想。有本事你们就把青藤集团的董事长请来，让他亲自给你们作证，否则今日我所受的屈辱一定要告诉他，让他帮我做主。你确定要把青藤集团的董事长请出来？怕是你们请不来。好，那你不要后悔。青藤集团董事长，有请。怎么可能？你是青藤集团董事长？姐姐，没错，我就是青藤集团董事长乔安安。不可能！定是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在这儿演戏，还妄想瞒天过海！放肆！青藤集团董事长身份何其尊贵，轮不到你在这儿智慧。众所周知，青藤集团董事长身份的分量，除非我是真的不想活了，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冒充他。姐姐，你真的是青藤集团董事长？对，这100亿订单原本也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，所以这订单必须由你来签。邓明修居心叵测，心思歹毒，他不配替你签这合同，更不配作为你的丈夫。今天这婚，我们佟家离定了。娟儿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爱不爱你，你自己心里很清楚。这个女人出现只会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她才是居心叵测，她才另有所图。你说我居心叵测？作为佟家长女，我拥有佟氏1半的继承权，更别说我更是坐拥整个青藤集团，资产年过1000亿。你说我费尽心思是另有所图，我能图你什么？难道是图你穷？如果他真的是青藤总裁，钱财无数，会图谋一个小小的佟家？对呀，这根本就说不通啊！这那刚刚打人的视频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他仗着我妹妹喜欢他爱他，更是为了满足他内心自私的大男子主义，明面上对我妹妹千依百顺，扮演好男人好丈夫的形象，实则在家纵容婆婆妹妹，侮辱打骂她。放屁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挑证据是吧？我这说什么呢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就是，死也死不透，害得明修这2天睡都睡不好。回来了，赶紧干活吧。这2天不在，老地都没人擦，脏都脏死了。一点一点的用手擦，要是有半点灰，你就死定了。够了！这家可真会演戏，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佟家千金爱他爱的居然如此之深。要我说，像童雪这样的千金大小姐，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非要找个狼心狗肺的？妹妹，这回该相信我了吧？雪儿，这件事情是我忽略了你，我以后一定会爱着你，护着你，你也爱我，对吧？你说过的，会爱我一生一世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害我？什么？我害你什么了？不知道。那我提醒你，4月25日，我们7周年结婚纪念日当晚，把我骗到海，带我潜水下海，最后将我关进海底的关上笼子里，想要将我活活淹死。你没失忆啊？我以为你至少会有一点点的悔改，至少会有一点点的愧疚，我就能给你一次机会原谅你。可是，太令我失望了。妹妹，她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感情的畜生，自私虚伪，又怎么会悔改和愧疚呢？我们离婚吧。你要跟我离婚？不离婚，难道还要继续任由你践踏他的生命吗？邓明勋，进监狱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你彻底完了。谁这么心情我妈的？玩的是你们，而不是我。邓明修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今天就是你们的死局！难道要杀人灭口吗？是。怎么样？这里已经被我的人团团包围住了，
只有杀了你们，然后再放一把大火封住所有人的口。出去之后，我就是童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整个童氏包括你的青藤集团都是我的。但张总，这事儿和我们可都没关系，你可不能伤及无辜啊！那就把你们的嘴给我闭上！今天的事情一个字不准说出去，一群蠢货！等我收拾完童家这两姐妹，再收拾你们。姐姐，你别怕，他们是不会伤害我们的。死到临头了还敢说大话呀？那就跟着你这个好姐姐去陪你的短命奶爸。上！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这场闹剧的确是该结束了。董事长，向恒前来复命，让您受惊了。你敢背叛我？错了，他没有背叛你，他从来都是我的人。什么？邓明修，你难道就没想过我是怎么死里逃生的？2年前，童氏的发展在你的经营下颇显疲惫，于是我派向恒到你身边辅助你。谁知道，他竟然发现了你和我的好闺蜜，我的好后妈偷情。我一直以为你会回心转意，所以才选择隐忍，直至4月25号的那个晚上。本以为你邀请我时回心转意，谁知道却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害死。那晚我发觉不对劲，赶去海边想要阻止，可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彤彤，醒醒啊，彤彤！彤彤，好在董事长命大，最后还是被我救了上来。原来都是你们在背后搞的鬼，小豪，扪心自问，我这2年对你怎么样？再说一遍，我从来都是董事长的人。邓明修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妹妹这么爱你，你却每天想着要怎么害她。你的贪婪、虚伪、自私自利，都让我觉得恶心。现在是让一切归位的时候了。难道到头来，我的努力只是一场空吗？雪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爱你啊，雪儿。难道你忘了吗？你说你也爱我，你依赖于我，你说你离了我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之前只是鬼迷了心窍，所以才做了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。我求求你原谅我。你是成年人了，做错了就是做错了，而且你还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对不起，我就是个混蛋，我知道错，雪儿。我求求你回来，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难道你就一点也不留恋吗？你要怎么才能原谅我？用你的命，可以吗？我今天就一直跪在这里，我给你磕头。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磕到你原谅为止。如果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磕到死。你倒是挺能屈能伸，是个狠人。之前是我小看你，姐姐，要不……妹妹，你清醒一点，你不要被他外表的假象所迷惑。你以为他这么自私的人，今天会磕死在这儿？他就是赌你会心软。你要是真心软，才是真的输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为什么你会一直针对我，你就是想求，你一直看不上我，你们童家也一直看不上我。雪儿，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他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吗？雪儿。你还记得我们认识的第1天，你脚崴了，我把你从山上背到山下，鞋都磨破了。你说你喜欢吃家里做的饭，我就为你学着做饭。你说你想吃东西，无论多晚，我都出去给你买。你说你想爬山，我毫不犹豫收拾东西，我们立马就去。我们每一个爱情的纪念日，包括你的生日、情人节还有女神节，我哪一个节日没有给你准备过惊喜？人可以欺骗1天2天，但是骗不了7年了。这7年内我对你的好，你一件件一桩桩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为自己赎罪。少在这里惺惺作态，邓明修。原本我是打算给你保留一丝颜面，让你在我妹妹面前走得体面一些。现在看，没必要了。你不是同学，
同学才是我的妻子，原不原谅我，他说了算。邓明兄，别再用你这虚伪的面孔来博取我妹妹的同情心了，没用的。因为不管你再怎么装，也改变不了你是人渣的事实。雪儿，你不知道，还以为你真的死了，在你葬礼上哭得差点昏过去。要不是我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是自己先贴上来。在这个世上，你是另一个最没资格在我妹妹面前说话的人。曹安安，我是你继母，哪怕你身份再高贵，难道你连最基本的对长辈的尊重都没有吗？你还知道你是我继母？先不说当年你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逼我爸把你娶进门，一个好继母会主动勾引自己的女婿滚到一张床上吗？你都知道。嚯，继母勾引赘婿，现实版的雷雨啊！今天真是小刀划屁股开了眼了，一个继母，一个赘婿，都是靠别人吃软饭的，居然敢背着主人搞到一起。这种奸夫淫妇，在古代早就被抓到进到水里变猪笼了吧？胡说八道！对啊，雪儿，你别听这个疯女人胡说八道。我跟明修我们是清白的。够了，都别说了。在一起7年，我现在连你哪句话是真，哪句话是假都分不清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么多年，你真的有爱过我吗？哎，当然爱。说的这么快，假话说多了，连你自己都信了吧？我爱雪儿，当然有证据。雪儿，你还记得我们第3个纪念日吗？我攒了1年的工资，特意飞到国外去给你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蓝宝石项链，就是这个。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这条项链是假的吗？明修，我看到同雪那儿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蓝宝石项链。这怎么可能？送我的这条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假的当然在同学那个傻女人手里，至于真的，只有你才配得上。讨厌！还有更讨厌的呢。同学，你竟然找人偷拍我！要想人不耻，除非己莫为。那女性真的让我觉得恶心。雪儿，你听我解释。那房子呢？你说你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，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我买了一套公寓送给你，而且我还规划了一个婴儿房。那个房子真的是你？这个房子是你借用同氏集团的名义，强迫房主任低价租给你的，就连所谓的房产证，不过也是找人弄的假证罢了。邓明修，你这个满嘴谎言的渣男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来人，把他送进监狱！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还有一次七夕节，你说你想去爬山，我放下手里所有的工作，我陪你去了，这总该不会出错吧？爬山，邓明修，如果不是我早有准备，恐怕爬山那天我就死了。明天要准备好吗？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明天我带他去爬山，假装给他拍照，然后再从腿皮上那么高的山崖失足掉下去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另外，你们是恩爱夫妻，谁又能想到是你把他推下去的？最是我继承董事的人得死。老公，我这样好看吗？等等，我帮你把位置再调一调吧。老公，我有点恐高，我们还是走吧。邓明修，我已经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，结果没想到我对你一次又一次的宽容，却将你又一步的推向深渊。邓明修，现在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雪儿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崴了脚，你也是知道我的身份才陪我下山的。从那以后，图书馆偶遇，同一个食堂，陪我上课，都是你尽心尽力的记忆，是吗？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爱过我。也有真正的爱过我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穷鬼。反正我现在玩完了，你们也别想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
姐姐没事，我说过以后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。之前是姐姐没保护好你，差点失去你，以后姐姐会护你周全，特别是他，姐姐以后不会让他再伤你一丝一毫。好一个姐妹情深呐！你们童家人还真是相亲相爱，可惜在你们眼里，外人就不是人了。我入赘童家整整7年，你们知道这7年我是怎么过的？这7年，难道我亏待过你？童家亏待过你吗？你说你想创业，我就拿出所有的私房钱给你；你说你要进公司，我就跪着求爸爸让你进公司。这2年更是放手把同事交给你来打理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别假惺惺的装模作样！我今天就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你们童家虚伪的一面。我知道你们始终都瞧不起我。知道我是一个从大山里来的穷小子，我在你们童家入赘了7年，活得不如你们童家的一条狗啊！怎么能这么说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我有能力有魄力，可是你妈防我防得像贼一样，7年就算是一条狗也有一块骨头吃吧？你们呢？你们处处压着我，那个老家伙到死都没给我分1半的财产。你知道外人怎么说我吗？说我是一个只会靠着老婆吃软饭的废物。原来这么多年你心里是这么想，我还傻乎乎的以为你是真的爱我。在财富和权势面前，爱算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在外面吃不起饭饿肚子的样子？你知不知道被人踩到脚底下像狗一样喝尿的样子？知不知道被人骂废物窝囊废的样子？你不懂。我懂啊，我明白。只有真正想要的东西抓到自己手里才是真的。同事只能是我的，所以你就为了同事选择制造意外杀掉我。要怪就怪你自己，还有你那个死去的老爸，为什么不早点把公司给我呢？别再用卖惨来掩饰你龌龊的内心和肮脏的灵魂。从一开始，你就是为了钱才故意接近我妹妹的。可是明修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对你的爱呢？难道你不相信我会把同事交给你打理吗？如果没有4月25日你对我的谋杀，现在的同事早就是你的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当我得知我怀孕的那一刻，我就决定把同事的一切全部转让给你。明修，我怀孕啦，我怀了我们的宝宝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我要在咱们7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，把它当做惊喜礼物送给你。好期待我们的宝宝啊！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会像你多一点，还是像我多一点？陈律师，麻烦您按这份修改好的协议重新草拟份新的。我要在跟明修7周年结婚纪念日后，把同事正式转到他名下。童总，您真的确定要把全部股份转到邓总名下？一旦转出去，您名下就没有任何股份了。我确定，我爱明修，我相信他会比我把同事管理得更好。而且，我们现在有了爱的结晶，我相信明修一定会是个好爸爸。明明你马上就能得到你想要的，明明你再多骗我几个小时，同事就会是你的，可是你却连戏都不愿意再演，甚至还害死我们的孩子。明明你马上就能得到你想要的，明明你再多骗我几个小时，同事就会是你的，可是你却连戏都不愿意再演，甚至还害死我们的孩子。不可能！你所想要的一切，却是我妹妹最不在乎。她本就是想要把一切都给你，而你却辜负了一个真心挚爱你的女人。老天有眼，才不会让你得偿所愿。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孩子，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孩子。
不是人，我是个畜生，我就应该去死。明修，你别被他们这样骗了，他们是在演戏刺激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是你，狐狸精，你勾引我，你蛊惑我，你骗我说老董事长对我不满，雪儿心里没我，就是你。混蛋！明明是你想要独吞董事，要不是我天天在那个老东西旁边给你吹吹边风，你以为你能这么快坐上副总裁职位吗？贱人，毁我，还要杀了我跟雪儿的孩子，你他妈的！今天是该让一切归位，彻底结束这场闹剧了。带走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你们的继母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放开我！雪儿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你现在杀了我，失去你我也没办法活了。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痛快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带走，送进警察局。雪儿，我求求你了，雪儿。等等，雪儿，难道你还要对这个渣男心软吗？狗改不了吃屎的。姐姐，没事儿，我不会对他心软的。邓明修，你说失去我比死了还痛苦。雪儿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你就用这个匕首把我给杀了。来，往这儿刺，我绝对不会躲，要么杀了我，要么跟我在一起，给我一个痛快。好，那我成全你。雪儿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不，我不杀你，只是不想让你的血脏了我的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7年的婚姻两不相欠，我们2个人之间再无任何瓜葛。姐姐，我们走吧。今天发生的所有事，一个字都不允许说出去。若是有人乱嚼舌头，导致同氏集团股价受到影响，父亲和妹妹的心血受到损失，我青藤集团绝不会放过他。明白，明白。你们干什么？良心狗爷的动作，害得我们股份被收回，还得赶出同事。现在我们一无所有了。要是你和徐文那个贱人欺瞒后面，我们何至于落魄至此？打死！不足以平分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妹妹，你不还对他心软吗？没把他送进监狱，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仁慈了。这里毕竟是同事，如果他真的死在这里，传出去有损的是同事的声誉。姐姐，让他们停手，把他赶出去吧。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永远都不会再有交集。好，今天就放他最后一马。都住手！姐姐，你爱他爱得赤诚，也给过他无数次机会，是他自己不懂得珍惜，他配不上你的爱。是我识人不清，害了爸爸，害了自己，还害了肚子里的孩子。以后姐姐会陪在你身边，护你周全。姐姐，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好。我们以后再也不分开了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被赶出去的王美珠的那2个泼妇在门口撒泼呢。同学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你在家里边了，别在这屋里出来！看来你们真是不知死。大家都看看呐，我好歹我是她婆婆呀，她居然把我们赶出了家门。看你这哪有这样的不孝顺的儿媳妇呀？我儿子被人打了，还到了医院送不得呀！我这老太婆可怎么活呀？是啊，妈，这个女人脸也薄
把我们赶出家门。当初我们就不应该把房子卖了来城里，如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！你们够了！你干什么？直播啊！刚刚你们在地上撒谎打滚的嘴脸，我全都拍下来。别拍！怎么怕了？原本我看在雪儿的面子上，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跟你们过多的回翻旧账。可你们偏要来闹，想要占尽我妹妹的便宜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。你连夜把我们赶出家门，很有理了。是啊，连一件衣服都不让我们准备啊！你们是故意让我们流落街头，活活饿死！从你们跟着邓明修住进童家，在童家混吃混喝的这几年，拿了多少好处，用童家的钱买了多少房产，都需要我一一把明细罗列出来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们没有钱。你说的没错，现在你们确实是一分钱都没有。所有用童家钱买的房产，转移到他人名下的财产，现在全都清空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不是说你们已经沦落街头，身无分文，都快要活活饿死了吗？我只是让你们的愿望实现了而已。现在你们真的是身无分文了。什么？我们的全部财产全都被冻结了？什么？没了，全都没了！不，肯定是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动的手脚！冻结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的钱都没了，一分都没了，没了！肯定是这两个女人，都是她们做的好事。恶毒的女人，把钱给我拿出来，要不我咬死你们！你们这些年所享受的一切都是童家赋予的，既然你们如此忘恩负义，所有用童家买的东西，自然要原封不动的归还回来。我们一家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欺辱我妹妹欺你，她性格软，为了你那个渣男儿子，心甘情愿被你们欺压。她原本还念及一点旧情，求我放你们一条生路，结果你们仍却自私自利，贪得无厌。既然连你们自己都不珍惜，那这点旧情也不必再念。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们再敢出现在我妹妹面前，那我必定见你们一次，也打你们一次，给我轰出去！娟儿，既然你跟明秀离婚了，可是你叫了我7年的妈呀！你是让我流浪街头，无家可归，连口热汤都喝不上吗？你可怜可怜我这老太婆吧！是啊，哥哥现在被人打了，没了半条命，现在还在医院里。医生说他的左脚怕是好不了了，以后就是个跛脚的废人了。你忍心看着你爱了7年的男人因为没钱医治被丢出医院吗？我警告你们，别在我妹妹面前再打感情牌，收起你们鳄鱼的眼泪。哎呀，雪儿，求你！你们走吧。那我们的钱呢？如果你们再不走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一无所有。我们走。你还是心软了。他们不会知足，也不会满足的。他们就是活生生的吸血虫。姐姐，最后一次，下不为例，好吗？我怕他们会无休止的纠缠你，我怕你再一次受到伤害。现在不是有你吗？有你在我身边保护我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他们就吃准了你会心软。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。如果他们再敢骚扰你、伤害你，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老公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呀 ？Surprise！ 老婆，是啊，别叫，雪儿，是我。走啊！雪儿，你别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深更半夜进我房间干什么？雪儿，我爱你，我知道你还爱我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要是知道你怀了我们的宝宝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。姐姐说，
没把你送进监狱，已经是最大的仁慈。雪儿，是不是还没有休气啊？干什么？雪儿，你别怕，我不伤害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原谅我。今天你不舍得伤害我，好，那我就还给你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今天不小心伤到你姐姐，这一刀算我还给她的。这一刀我还给你好不好？一命抵一命。如果这一刀扎下去我没有死，你就原谅我。疯了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离婚我们还可以复婚啊，可以等1年、2年，甚至10年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，重新来过好不好？重新来过好不好？雪儿，回不去了，永远都回不去了。你走吧，不然我喊人了。雪儿，你不爱我了是不是？你竟然连我的死你都不在意了，同学，你的爱到底有多高贵呀？从你把我独自留在海底的时候，我就不再是以前的同学了。如果你现在走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让你不至于流落街头。既然你不在意我的死，那你就去死吧。雪儿，你喜欢啊？你看看吧，我都忘了帮你把胶带撕下来了，我现在就把它撕掉啊！雪儿，我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昨天晚上我是怕他们把你给带走了，所以我才这样做的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雪儿，我只是想永远的跟你在一起呀，但是你又不爱我，我又离不开你，我只能把你绑在这里了。我发誓，只要你原谅我，你好好爱我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发誓，只要你原谅我，你好好爱我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雪儿，你怕我？你先把我放开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要是把你放了，你会跑的。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一样东西，我给我们的宝宝准备了一件衣服。你不是一直很想要一个宝宝吗？我连名字都想好了。邓明修，你清醒一点，宝宝已经没有了。在你把我关进海底的笼子里的时候，孩子就已经没有了。你现在假惺惺的做这些，还有什么用？不，那个孩子没有了，我们还可以再要啊！只要我们恩恩爱爱在一起，我们可以要很多孩子。你想要多少孩子都可以要。你把我放了吧，姐姐发现我不在，很快就会找你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铁石心肠啊？你以前不是很爱我吗？你为了我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但是你现在变了。是你，从头到尾，你对我的只有利用。你爱的不是我，你爱的只是童家的钱，变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变的不是我，是你。那是我现在爱你，我永远也都会爱你的。我求求你，原谅我好不好？这就是你求我原谅的方式吗？我只是因为爱我，所以我才把你绑上来。啊，对了，我把户口本也带过来了。只要你现在点头，立马去民政局办复婚。你还是我爱的那个同学，我还是你爱的那个邓明修啊。我们可以恩爱爱的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还有可能？邓明修，回头是岸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不爱我，你必须要爱我。只有你爱我，才能有夺得同事的宠我，我才能成为人人敬望的人上人。你必须爱我，听懂了吗？秦少，你放开他！秦少，你放开他！站住！江
姐，他疯了，你快走！他有没有伤害你？你快走！我不会抛弃你的，钱我给你带来了，你赶快放了我妹妹。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的，我今天都要看看你们有多姐妹情深。明明兄，我妹妹一次又一次的放过你，你却永远不懂得珍惜，要借着她心软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她。放我！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断的吗？被人活生生给打断了。明明你们那天都看到了，却还是纵容他们打断我的腿，把我摁到地上，像狗一样的踹。你告诉我，这他妈叫做放过？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放了雪儿。这里有1000万，如果不够，我可以马上叫人去取。1000万？你堂堂青藤集团董事长，身价过亿，你拿1000万打发要饭的呢？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我想要整个董事，要整个青藤集团。可能。闭嘴！就是因为你，要不然董事早就应该是我的了，你早就应该死了。我这么有能力，我凭什么在你们童家只做一条只会摇尾巴的狗啊？今天，要么把我的一切全部还回来，要么你们全部都得给我死！怎么，不是说姐妹情深吗？让你交出青藤集团，你就不愿意了？什么狗屁的姐妹情深！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没有人不爱权势，没有人不爱钱。谁说我不愿意？我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愿意，只要你放了雪儿，同事可以给你，青藤集团也可以给你。你愿意把一切都给我？在我心里，雪儿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不信，我可以把律师叫来，我们当场签协议。你这个诡计多端的女人，我才不会信你呢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就想看看你们有多么姐妹情深。你来之前我就知道你想要什么，青藤集团的转让协议我早就准备好了。现在只要你放了雪儿，我们当场签字，绝无任何套路。有本事你现在签了扔过来。姐姐，不要！青藤集团是我的了。青藤集团财资雄厚，你接手后，同事只不过是你的囊中之物。我现在是青藤集团的总裁了。我终于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了。现在可以放了雪儿了吧？你还真是天真的，放了你们不就是等于放我回山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明修的意思当然是你们今天都走不了了。许文，你不是被赶出海城，永远不许再回来了吗？怎么了？心虚了？怕了？我今天就是来找你们讨债的。明修，今天他们俩都不放。果然是永远学不会悔改。姐姐，你快走，别管我！闭嘴！你别碰他，别动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，这个是硫酸。只要我把它这么轻轻的拧开，然后再往他脸上这么一倒，他这张漂亮的小脸蛋儿可就没了。他这张漂亮的小脸蛋儿可就没了。不要！害你们一无所有的是我，不是雪儿，有什么都冲我来！还真是姐妹情深的。我今天就要看一看你们之间到底有多深的感情了。要不是这样，咱们玩个游戏，就叫你死他就活，他死你就活。姐姐，你别信他们！不是姐妹情深吗？怎么？他死了？不要，姐姐不要！知道心脏在哪儿吧？瞄准点吧，待会儿要是死不了，死的可就是你妹了。这是你们自己说的。如果我要是死了，
你们就放了他。那就看你死没死了。快点儿，要好好的。姐姐，快放开我！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。你不会以为他死了，你们真的能活吧？最最后看的就是你这张心垂毒的脸。今天你也给我去死吧！啊！你居然没死！这个贱人！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伤害你？没事，我们快去医院吧。我没事的，我刚刚用手握住了刀尖，没刺进去多少。你没事真的是太好了，都是怪我，都是我差点害死你了。我答应过爸爸妈妈要保护好你的，之前我不在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我肯定要保护好你的，姐姐。